开场就被飞身一脚踢倒在地，全场的韩国观众无论男女都疯狂欢呼。武僧一龙一脸无奈，而韩国主持人更是当众煽风点火。好好请教 Made in China No Made in Korea China。 然而恢复理智的武僧一龙拿出了真正的少林功夫，让韩国跆拳道冠军哭爹喊娘，生不如死。台下的韩国观众更是一脸吃惊，感到不可思议。击倒武僧一龙的人名叫闵永贞，曾拿过一次韩国跆拳道冠军，并以天下第一腿而自称。在接受采访时，他在媒体面前公然表态，称中国武术和中国足球一样不堪一击。在我看来，中国功夫就像中国足球一样不堪一击。这次比赛对我来说很重要，我将会证明跆拳道的强大。好，双方这一场中韩大战马上开始啊！少林功夫大战韩国跆拳道。接腿半摔，干净利索。没错，黄色裤子蓝方选手便是少林武僧的代表一龙。虽然说武僧一龙名声在外，有好有坏啊，讨厌他的人有很多，而喜欢他的人实际上也不少。关上门来，我们可以随便的批评啊，随便的来说武僧一龙，但是我觉得走出国门碰到了韩国人，我们还是要这个齐心协力，一致对外。有什么情况？对方飞身一脚，这一下竟然是踢破了一龙的铁头功。台下的韩国观众就像是井底之蛙一样，没见过什么场面，都开始兴奋鼓掌。还有人站起来了。看来这帮韩国棒子还真是没见过什么世面，以为踢倒我们一次就以为赢了。然而接下来武僧一龙的表现绝对会让他们大跌眼镜，一脸吃惊。不被这种客观的因素所干扰，继续全身心的投入比赛。武僧一龙这种抗击打能力非常强大，尽管我们看到这个闵永贞利用他这个跆拳道的什么旋踢动作啊，包括扫踢动作了、横踢动作了，但是在武僧一龙面前一一化解。看，这是闵永贞准备利用一个转身后旋踢，被武僧一龙化解掉。因为我不给你距离感，你像利用这种旋踢动作是要有在这中远距离之外才能够使用的。要知道武僧一龙这个抗击打能力我就跟你你在启动的时候，我啪一个近身。原来你闵永贞不就这三板斧吗？就是利用旋踢动作嘛，你不就练跆拳道吗？尽管你闵永贞获得过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跆拳道的冠军，对方击倒了一龙一次，而现在一龙呢是在成百上千倍的还给对手。这个闵永贞呢，在开赛之前啊，他说我们中国的武术啊和中国足球一样不堪一击。我们不吹不黑，摸着良心说呀，我们国足目前的状态和竞技水平呢，的确是不高。但是我相信这只是暂时的。但中国武术不如韩国跆拳道，这可以说是我听过最离谱也是最可笑的笑话了。咱们也不知道韩国人哪来的自信啊，敢这么说。如果排字论辈的话，恐怕韩国跆拳道在中国武术面前啊，连孙子辈儿他都排不上。一个三脚猫的功夫，却被韩国人当成了国宝啊，搬上了擂台。大家可以数一数武僧一龙今天击倒了对方，甚至不需要，韩国女观众不行哭了。可以说这场比赛是跆拳道和中国传统功夫的一种较量。看武僧一龙同韩国跆拳道冠军闵永贞的第二全面。我们看到这个闵永贞，你虽然练跆拳道，你只有用腿法进攻，但是你这个上三路没有任何的防御能力和进攻动作。你要知道，自由搏击是靠上三路、下三路的自由的组合来显示你对手的实力。你靠单一的腿法进攻，想站在这擂台上成为英雄，确实很难。你看一龙的扫手的力量有多大？对方韩国跆拳道冠军在一龙的面前就是一个中看不中用的小白脸儿，这个虚的要死，上盘没防守，下盘又双腿发抖，非常虚啊，感觉他肾肯定是不好。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，我相信这么一比啊，很多观众朋友们已经把武僧一龙都给看顺眼了，可见我们对韩国人是多么的不爽。
这场比赛没什么可说的啊，技术特点完全不用分析。对方啊就会一个腿，结果还踢不过一龙，拳法更不用说了，绵软无力啊，还不如娘们呢。现在明永贞已经不像在第一局比赛里面利用什么后旋踢啦旋风脚啊，对不对？一踢动作已经没有了。现在场上完全被武僧一龙牢牢的控制着。킥복싱이라든지 KO 룰에 맞춰서 하는 움직임 전혀 아니고 다만 이제 지금 민영진 선수가 로우킥 쪽에 좀 쌓이는 그런 인상이 좀 나오고 있고요. 招架之功，无任何还手之力。武僧一路继续进攻，扩大战果。 또 한번 로우킥. 민영진 선수 지금 다리 왼쪽은 이미 충분히 무겁습니다. 武僧一龙说：“我踢，我踢，你不是台湾冠军吗？我踢，我踢，让你知道中国功夫的厉害。我踢，我踢，让你站不起来。” 好，看情况应该是结束了。哎呦，韩国观众都哭了。没办法，这就是事实，这就是韩国跆拳道最高水平在中国三流武僧面前的这个下场啊！当然了，武僧一龙今天的表现很一流啊，表现一流。好，这场比赛也很能说明了韩国跆拳道和中国武术少林功夫到底谁更强，完全没有可比性。恭喜武僧一龙，同时也感谢屏幕前你的收看与支持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你见过用拳头 KO 对手或者用腿法 KO 对手的比赛，但是你见过用屁股击败对手的例子吗？又到了每周娱乐时间，我们今天就来看一场武僧一龙对阵伊萨的比赛。友情提示，本期视频请以娱乐的角度观看。2016年1月23日的功夫盛典，武僧一龙对阵来自伊朗的伊萨。伊萨绰号波斯妖刀，称得上高水平选手，曾战胜过中国选手郑兆玉、董文飞等人，还战胜过 K1 天王克劳斯。一起来看一下伊萨跟一龙的比赛究竟发生了什么。故事开始，荧幕上出现一位光头武僧，一道金光闪过，伴随着熟悉的少林寺配乐，那个最有节目效果的男人龙龙出场了。一龙是一个非常规打法的选手，没有套路，但很有特色。他的特色不仅仅是他爱穿秋裤。首回合，一龙采用挺进式打法，经常顶着伊萨的组合拳，把对手逼到边角，用扫踢进攻，或者二人缠抱在一起。双方在首回合都没有占到多大的优势。伊萨的摆拳击斧加高扫踢的组合式进攻，给一龙造成了不小的压力。一龙也用接腿摔还以颜色，节目效果说来就来。一龙跳起来怒挥一拳，随后战术后仰，来了个风骚的走位。随着一龙一个扫踢踢到伊萨，首回合比赛结束。到了第二回合，一龙一上来就一腿踢倒伊萨。伊萨被称为波斯妖刀，主要是因为他的杀手锏左右开弓的扫踢，而伊萨在第二回合继续使用自己的杀手锏。一龙为了限制扫踢控制距离，也多次义无反顾地扑向对方的怀抱。双方在第二回合大量的近距离肉搏战，这种暧昧的打法很容易搞出事情，这也造成了几个小插曲。期间一龙差点被伊萨打中后脑，受到裁判的警告。本回合末期，一龙又被伊萨拿到后背，双方依依不舍地结束了第二回合比赛。第二回合，一龙2次踢倒对手，不过自己面部也多次受到重击。局间休息可以明显看到一龙的头上肿起了一个很大的包。到了决胜局，本场比赛最经典的一幕出现了。一龙应对伊萨的打法主要有2种，要么近身肉搏，要么接腿扫踢。伊萨左右开弓扫踢一龙的肋部，一龙一个接腿摔，自己也被绊了一下，失去重心，随后展示了一招从天而降的屁法。看台边的吃瓜群众已经乐到不行，而这一做也把伊萨的胳膊直接做脱臼了。伊萨满脸痛苦地趴在地上，场边的医务人员连忙查看。经过一番周折，伊萨简直是杨过附体，一条胳膊也要选择继续比赛。就这样，杨过跟龙儿继续他们的决胜局。一龙越打越勇，双飞膝、接腿摔、扫踢，多次把伊萨掀翻，场面上呈现碾压之势。劲使大了，秋裤就容易掉，真男人提裤子从来不自己动手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可怜的伊萨祸不单行，在又一次被扫踢后，
跟一龙又双双失去重心，这一次又被从天而降的膝盖命中下巴。伴随着伊萨的无奈与吃瓜群众的欢呼，漫长的3回合比赛终于结束，最终经裁判打分，一龙点数获胜。喜欢搏击与格斗的朋友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，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。我是阿良，我们下期再见。